家人们，你们今天来帮我评评理啊！我本来是想来开个新系列，就是讲日本的那些中华料理，然而没有想到第一家就给我劝退了，这他妈什么呀？这些都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秘一下这些在日本的魔改中华料理都什么样子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还一点都不便宜，就跟国内的魔改日料店一个尿性。哎，反正你们也吃不懂，那我就往贵的做好了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阿基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，今天是和干干子一起乱花钱，心里非常的没底，害怕。尴尬的是，我们好像是最会做到的。这种餐厅有个很装逼的地方，就是他每天只会在晚上6点接待一组客人。哎呀，不说废话了，最先上的前菜是分了6个小菜，北京烤鸭是单独一盘放的，非常给面子。其实光说味道的话，它是可以的，就是太少了。它一整只鸭就只切了这么一点点，那剩下那一整只怎么办？扔了吗？然后是5星物语里面的第一个卤的牛舌，上面淋的黄色是不知道什么的咸甜酱，而且还是一个凉菜。下一个是一坨鱿鱼，最下面铺了一点米饭，怎么那么像寿司？然后是一坨生牛肉粒，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要吃生的？我不想啊。旁边的蔬菜卷蘸一点蔬菜泥就可以吃了啊，绕口令吗？太好了。最后一个前菜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我们有这个菜吗？好像是某种墨鱼丝，非常的不合理。终于来了一盘正常的鸡汤小白菜，这个真好吃，鸡汤配上那个小虾的味道是真的绝。这个菜应该是学到了精髓。然后下一个菜有点把我无语到，他会把刻了他们家 logo 的冬瓜先给你看一眼，然后烹饪20分钟之后给你端了一小杯冬瓜汤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？这碗菜就像初中的恋爱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接着是一碗馄饨啊，当然按这家店的尿性来说啊，肯定只有一个了。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试菜员，每个菜我只吃一口。接下来这个菜你们肯定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熟油海椒皮蛋加蒸蛋，皮蛋是铺在最下面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下盘菜是一个煎饺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，给你上个难吃的菜，再给你上个好吃的菜，这你就会觉得本来很普通的菜变得很好吃。不过里面的馅儿确实是很扎实，各种各样的菜加在了一块儿。接下来这个是海鳗春卷，牛逼！春卷里面为什么会包海鲜啊？你不跟我说它是春卷，我觉得还好，但你一旦说了就会去比较啊。然后这个菜的原型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它就是煮的金目料上面加了一些笋条。我们有这个菜吗？但是这个它巨好吃啊！这个菜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吧？宫保鸡丁做法非常的上海，它里面那些菜还融入了天妇罗的做法，这个基本上和国内的味道差不多，那也算是惊喜了。休息一下，今天没有广告植入哈，因为接下来是我们的一盘主菜，就是那个甜酱龙虾，虾不算大，肉也不算多，酱的味道很像鱼香茄子的酱，其实搭配起来是好吃的，就是一只根本啃不过瘾。然后接下来这杯肉也挺好吃，红烧的牛的脸颊肉，特别的松软，也很入味。这个菜能算是今天晚上的全场最佳，就算在国内也算是高级的菜。然后这一盘是什么？应该是某一种炸鱼，还放了一点土豆泥，那个酱应该是照烧酱。那个炸萝卜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这个巨好吃，这不是在国内早餐摊经常吃的那个吗？吃完这个还要选松露，这家餐厅的流程真的很长，只是我们想的黑松露居然是加在这种辣酱和牛上面，这太奇葩了。你要把牛肉剖开之后，亲自把黑松露点缀上去，包着吃。日本的和牛加上中国的辣酱啊，并没有结合得很好。然后最后一道大菜是荤蘑菇啊，这个我就不评价了，你们懂就行。味道基本和国内一样，咸甜爽。其实最后的麻婆豆腐还挺搞笑的，那个店长看我们3个是中国人，压根就没问我们辣度，直接把辣酱端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弄，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。最后硬是自己做了一碗超地狱级别的麻婆豆腐，隔壁的日本人已经吓哭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家店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烤鸭真贵啊。今天这顿寿喜烧啊，真的是吃出了疑惑 ，respect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上一次我们不是去了一家1886年开业的寿喜烧店吗？那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又去搜了一家。今天这家店更夸张，1872年开的业，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刚上初中。话说1872年到现在已经有149年了，还差1年就可以到那个了。我们预定的是他店里面最大的那个包间，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味儿，不是指嗅觉哈。这位就是今天帮我们烤肉的阿姨，长得有点像我以前的班主任，非常害怕。他家也是不能点菜的那种餐厅，只有一个贵的套餐跟一个便宜的套餐。那我们2个都点吧。接着热油热锅的时候会给你上一点小菜，先上的是煎鱼刺身。为什么来吃寿喜烧我也要吃生的？然后这个比较好吃，是一碗荞麦米饭，里面还有一坨烤的鳕鱼，就着荞麦米一块吃，感觉自己可以活到199。萝卜，它热好锅之后，先会在那个锅里面倒那个寿喜烧的汁，然后就是放牛肉了，接着是开始搅生鸡蛋。反正我们吃这一顿总共要吃8个鸡蛋，那坨牛肉也会一直放在锅里煎，滋啦滋啦的，闻起来味道特别香。煎好之后就会直接泡到蛋液里面，一会儿那个蛋液就会进到肉里面去。第一片是贵的那个肉会切得很厚，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按一下，要让它身上带满蛋液，于是你就能感受到2种不同的甜味。第一碗其实它只是纯肉，让你先过一下肉瘾。从第2盘开始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菜，洋葱、金针菇这些。对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今天我的头发没有掉下来，是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日本很火的男生品牌杰士派，这是他家的啫喱发蜡。因为啫喱感的发蜡质地很轻软，很容易造型，而且在干之前可以随意调整，所以很适合初学者和我这种懒人，还不粘手，出门一抓又快又方便。再用这个经典的银喷，喷一下就可以牢牢锁住发型，持续1整天。安利给你们。好啦，说回正题，第2盘因为加了洋葱、金针菇和豆腐，所以汤汁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。其实你甚至还可以用肉包着豆腐吃。然而我觉得这碗里面魔芋丝才是那个精华，因为它的粘上非常多的蛋液。这个葱好好吃。
下一碗是金针菇跟茼蒿，茼蒿真的是神呐、它和很鲜的汤搭配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会显得它叶子的味道格外的清香，这个味道真的好上头。再来一口金针菇就着肥肉一块儿吃，冲破香甜的牛油之后，就是金针菇的软脆。吃完这盘，对和牛的欲望也差不多满足了。班主任又打起了蛋来，他会就着刚才寿喜锅的汤汁，直接把米饭倒进去煎，然后再把刚才打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，这什么神仙做法？看着我就饿了。然后3、2、1，开盖。有没有那种像蒸蛋糕一样的感觉？切起来更像蛋糕，米饭跟鸡蛋基本上融在了一块儿，但因为鸡蛋跟那个汁水都是甜的，所以真的还有点腻人。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在下楼的时候，老板会把你叫住。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大概就是出门保平安的意思，只有在那种很老的店才会有这种动作。长见识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顿饭我实打实吃了4个小时啊，没错，今天我们吃的就是日本人请客都很爱吃的怀石料理。不过今天这家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宗，正宗到我和刚刚差点在桌上睡着。回想上一次吃怀石料理，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。好，我感觉有1年没有见到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基，又到了吃怀石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的料理长来头不小啊，京都的名厨50岚庄大郎。那我是60岚半小鸡。今天最先上的小菜是这个，乍一看还有点那啥，它是海胆茄子啊，就是上面有很多迷之泡沫，密孔都泛了，上面是很多菊花跟海胆。料理长还跟我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大茄子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们那儿全是这种茄子。好的，第二个菜煎鱼刺身，下面这个丝丝是无花果，想起学校小卖部卖的那个。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吃无花果。上面是一些标配芥末酱，其实这个酱料调的还是很好的，煎鱼入口还是那股熟悉又高级的烟熏味。第3个是蟹肉蒸蛋，这个造型还挺有意思，下面是一片薄薄的木耳，摆了一些黄瓜丝，但我吃完才反应过来，应该用木耳包着它吃。我就说为什么我一夹就碎了。第4个菜是个大菜，就是怀石料理里面都会有的季节料理，这次是秋季拼盘，这个叶子是装饰哈，不能吃的哈。我一下就闻到那个烤银杏的味道，银杏果就是那种想单独再点一份的好吃。然后就是这个天妇罗栗子，其实吃起来味道有点像麦当劳的薯条。我现在感觉吃怀石就跟在拆盲盒一样，你看着它的外表，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。这个是烟熏的三文鱼加鱼子，齁咸。这个是陈皮章鱼腿，我比较好奇里面的果肉呢是扔的吗？然后这个是血子鱼冻，还有一小碗鱼子饭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长胖了吧？因为他们吃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少，所以还是羡慕国内可以用骑士卡的日子。大牌餐饮5折起，海底捞双人餐才160，只要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就能免费办理1张。炸鸡汉堡低至1折，不到1块钱就能换购汉堡王套餐，而且点外卖7折起，每天还可以领取2次66块钱红包，点评论区就可以领取啦。好啦，说下一个菜，这个就是日本的烤鱼，好像是叫西京烧，它是那种皮已经烤得很脆的鲷鱼，吃起来其实比较香甜不油腻，竟然还挺好吃的。然后下一个菜是煮的血子，我乍一看还以为是水煮肉片，然后料理长还反过来问我什么是水煮肉片。那水煮肉片它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啊？就是水煮的肉片啊。然后我们的主食终于来了，是咸菜配北海道香米，还有一小碗银鱼。我终于顿悟了，原来这种高级怀石料理的重点就是粗茶淡饭呀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不过还好配了一份硬菜，温泉蛋配牛的脸颊肉。牛的脸颊肉的特点就是没有嚼劲，但是特别的松软，就是你咬开之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肉，所以它会特别的入味。然后配了一碗味增汤，我一直喝不懂这个东西。然后到最后的甜品呢，第一个是一个巨大的葡萄团子，然后是一碗京都市的正宗抹茶，这个真的是巨苦。然后你还有强颜欢笑说它好喝，然后接下来还好上了一个杏子冰淇淋，缓解一下。因为料理长看我们好像很喜欢那个葡萄，所以又单独给我们送了一个那个葡萄。吃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后，并没有结束，然后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茶，就是每个茶我都听不懂，所以才会有人说怀石料理就是为了让茶变得更好喝的料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特别好，卡一样。